高人直言，银行问你取钱干什么？如果你这样回答，银行马上就会给你办理。现在去银行办业务的时候，咱们是不是经常碰到柜员问咱们取钱干啥用？有的人可能心里就犯嘀咕了，甚至觉得有点莫名其妙。我取我自己的存款、身份证、人密码全部都对，为什么还要跟你解释呢？那如果你要是个脾气好的呀，你肯定还会跟银行说一下你要干什么用。你要是那种火冒三丈的脾气啊，我估计你就直接跟银行瞪眼了。但是银行目前也有规定啊，这也不是他们的主观意思。那么我们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该怎么办呢？今天就来给大家聊一聊银行如果问我们取钱的用途，我们该如何回答我。爸妈下周打算去海南放松，我寻思着给他们取点现金，好让他们在那边吃喝玩乐的时候方便些。平时我都是在 ATM 机上取钱，毕竟大家都知道 ATM 机一天最多只能取2万，这次我得取得多，也只能去柜台办了。结果到了柜台，还真让我碰上了那事儿。一进银行门，柜台的小姐姐就问我要办什么业务，跟她说取钱，她又问我取多少，我就跟她说4万，接着她又来了，你取这钱干啥用啊？说到这儿我还真有点不自在，周围等着取钱的人也都朝我这边，感觉我像是在动用别人的存款似的，我心里特别别扭，就随口回了句，取钱花没钱了不就得取吗？手里要是有钱，谁还跑银行来啊？这个时候银行的小姐姐又说了，你们年轻人手机玩得溜，可以用网银，网银支付也挺方便又安全，就不用老往银行跑了。另外呢，我们这儿有规定，大额取款得说清用途，不然办不了。听完这银行工作人员的话，我火气就上来了，我取的可是我自己的钱啊，难道我连这点自由都没有？存钱的时候你咋不问问我哪来的？存钱的时候也没见你们问为啥要存了，现在取钱了，倒是一个劲儿的问这问那，难道我每次取钱还得提前打报告？不过我钱的钱，还是银行存了不是5万以上才算大额吗？现在的银行规矩咋这么多呢？不过还是没办法，钱在人家那，想取就得按人家的规矩来，不然人家不给取，我只能跟工作人员说，这钱是给我爸妈旅游用的。结果他又问，4万全给爸妈旅游用吗？接下来呢，就是一顿解释，自己留3000当生活费，还得还朋友2000。但凡是你说的越含糊的地方，人家问的越仔细。不管怎么说，钱是取出来了，但我心里那别扭啊，感觉像是自己取自己的钱，还得被当成贼一样审问。一回到家，我就给我在银行工作的老同学打了个电话，把这事儿从头到尾跟他吐槽了一遍。我同学听了之后就给我解释说，银行作为金融机构，有责任的了解客户的资金流向，这是为了防止洗钱、诈骗这些违法的事。他们问取款用途，也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客户的资金使用情况，防止资金出问题。他说对于银行这种问东问西的，咱们应该积极配合银行，这不是不信任咱们，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咱们的资金安全。听了我同学那番话，我心里的疙瘩也就解开了，没那么纠结了。所以啊，大家以后要是碰到银行问东问西的，可以这么回答，要是取大额现金，咱们就挑些常见的不涉及隐私的用途说，比如家里装修啊，或者买车首付啥的。要是取的不多，就直接说是日常生活开销，毕竟咱们取的是自己的钱，没必要藏着掖着，大大方方说出来就好，也别支支吾吾的，也别说的太多细节，细节太多可能会让银行觉得有问题，问的就更仔细了，反而给咱们取钱添麻烦。再说了，咱们在银行取钱的时候，别啥信息都往外说，特别是那些敏感的，比如家庭住址、电话号码啥的，这些可得捂紧了，别让个人信息泄露了。回答问题时尽量简单直接，别绕弯子，也别添油加醋，这样能省去不少麻烦。跟银行的人打交道时，咱们得保持冷静，回答的清楚明了，这样他们一看咱们也是在认真配合，他们处理起来也快。这次取钱的经历告诉我，银行问这问那的，其实是为了保护咱们的资金安全，所以以后去银行取钱，咱们既要理解银行的用意，好好配合，也得看好自己的合法权益，别让隐私泄露了。视频前的朋友对我以上说的这些有什么看法呢？你对银行的做法又有什么意见呢？